Zentangle Project Pack 29第二天的內容在這一個部分，它包含了2個圖樣。第一個是這種圓拱形的穿插圖樣，它叫做 Way Bob。在這個裡面呢，填充的圖樣叫做 Betrayed。我們來把它畫在飛磚上吧。首先，我們用鉛筆來給自己稍微一個定位哈。那這個距離大概是2公分左右，差不多就可以了哈。我們畫一個圓弧，這個圓弧要差不多跟這邊算是平行的。好，我們在這個節點的位置，我們往上畫一條線，這邊往上畫一條線。哦，不是平行，稍微有一點點往中間。好，那這邊呢，我們也來畫一個，這邊也來畫一個。好，這幾個輔助線畫好了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用帶針筆來創作。我們先在這個輔助的鉛筆線條上面畫出這個細細的柳葉形，你看就像是這個圖樣的延伸，對嗎？好，我們把這2個用圓弧線把它連起來，這2個連起來，我們為它們畫上外光環線。再來是裡面，我們也為它畫上光環線。然後呢，我們把這2個連起來。哦，這個是從後面畫的技巧。然後想象這邊也要連出去哈，那我們就做一些線條的延伸。這邊也一樣。我們可以在這些樹葉形狀裡面畫上小珠子作為裝飾，把細縫填黑。我們要在這個空間跟這個空間填入 between 的圖樣，中間這個要留着哈。好，它的畫法就是，來，我們先畫一條斜線出來，前面可以稍微加粗，然後像在寫一個人字，繼續重複就可以了，前面稍微加粗。我們來為它上一點陰影，這種交叉的部分。Retreat 的邊邊這邊可以刻意做陰影，哦，讓它感覺是沉下去，變成底下的圖樣。這些像是豆莢裡面的珠子哈，因為它的空間很小，你可以選擇每一顆單獨去做效果哈。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利用一個折中的辦法，我們就把它當做是一個整體。我們就是像畫眼睛一樣，上下2條線。好，我們先把它加上陰影。
然後使用白炭筆，我們就在中間把它提亮，畫一條白的，可以用棉花棒稍微擦一下，然後再用白色水樣筆去為它點出一點點高光。我現在用的是 Uni 的 UM153 白色水樣筆。前面畫的這個部分可以比照辦理。第3天的創作是在第2天的基礎上面，我們穿插畫出可愛的 Poker Root， 這個是由 Maria 所帶領，我們也來畫畫看。我們繪製的範圍比這一條鉛筆暗線稍微低一點點，大概留個半公分左右，因為不知道後面它會繼續怎麼畫，我們還是要留有足夠的空間。同樣的，我還是以01號帶針筆來進行創作。首先，我們從這個空間這一塊區塊裡面，我們先畫一條光環線。好，那 Poker Root 要從這邊要長出來。那我們可以就是很自然的讓它有彎曲。那這邊呢，Maria 她也特別強調這個 Poker Root 它會比較靈活。這一個畫好之後，我們在另外這一邊同樣的技巧，先畫光環線。Poker Root 是隨意生長的有機塗樣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畫得太小。雖然說我們的紙不大可是因為等一下還要上色，你如果畫得太小的話呢，就會比較難看得出來它的效果。好，那在這邊呢，也可以有一些就從後面畫，就壓在底下了。想象這邊也有一個，然後這邊我要讓它長一根上去。當我們把這個空間呢畫的這個樣子就差不多了不需要完全的非常的密，那我們可以稍微呢做一下加粗跟圓畫去確認一下所有的細節。然後我們要進行的是一種叫做彩色珠子的畫法這個在我的會員課裡面有一課就是專門在講它。那我們就是先留一個白的位置，然後呢，其他就是先塗滿，旁邊要留一圈，不塗。OK， 先畫一個方形的，有弧度的方形的，算是它的高光位置。好，然後其他的位置呢，幾乎塗滿那旁邊留一圈。那如果是遮在底下的，那個高光位置就可以跳過，沒有關係或者等一下我們可以用白色水樣筆去幫它點出高光。這邊我用稍微淺一點的顏色去幫它做出一點顏色的變化就是稍微塗一下。
再用紙擦筆去把它們塗勻，記得邊緣那一圈就留着。這些有交叉的地方可以上一點陰影。我們可以利用白炭筆為它的這個邊緣這一圈，我們剛剛留白的這一圈，稍微做一點點加強，它的視覺效果會更好。可以用白色的水樣筆去補強它的高光。這樣我們第二天跟第三天的內容就已經畫好了，是不是很輕鬆、很簡單呢？我們下個影片再見。